这神机比战斗机灵活，能像直升机垂直起降，最后还能变成碉堡，居5次卫冕。作者：陆芷。康威尔是历史上非常出名的飞机公司，生产和试验过很多奇葩的飞机，个个都像是科幻电影里的道具。不过要说最奇特的，还是曾经阿帕奇直升机的远方亲戚 Model 49。康维尔 XFV-1垂直起降验证机。越战的时候，美军出动了几千架直升机，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，各型直升机总共损失了超过5000架，非常惨烈。但是美军也发现，直升机这种能够垂直起降的飞行器是非常适合陆军的，只不过越南战争准备不够充分，直升机也有弱点，要是经过完善，直升机必将是战争利器。越战最常用的就是 UH-1系列直升机，为此美军提出了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计划，希望能给陆军装备一种优秀而且先进的武装直升机。这项计划后来虽然因为指标过高而取消，但是早期的竞争机型中有一个非常奇葩的搞笑玩意登场，康威尔的 Model 49。别的不说，这外形看起来就像是个军绿色的垃圾桶，打开盖子的飞行垃圾桶。陆军希望获得一种直升机，但是又要尽可能的拥有固定翼飞机的性能，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超级直升机 AH-56夏言能获得众多大佬青睐的原因。特立独行的康维尔没有采用烂大街的直升机设计，因为直升机的旋翼系统过于脆弱，飞行性能也达不到要求。施瓦辛格经典电影《真实的谎言》结尾场景的细节经不起推敲。很多人都会说，垂直起降战斗机不是更好吗？大家如果看过施瓦辛格的经典电影《真实的谎言》，就一定被其中精彩的绕式战机大战恐怖分子所吸引。然而电影是经过艺术加工的，要是战机不可能在垂直悬停阶段拥有如此灵活的机动性，稍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击人亡。而且要是战机是一种多用途的战斗攻击机，怎么也得空军来用，哪能轮得到陆军？飞行状态的 Model 49。康威尔认为，陆军大佬们需要一种介于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之间的攻击机，同时还能垂直起飞，伴随部队作战。在这种理念下，康威尔使用了非常诡异的筒形涵道式机身结构。在最初的模型试验中，筒形机身能够正常起降，这让康维尔兴奋不已。Model 49的筒形机身非常宽大，机身前半部分是一个乌龟头形状的机头，容纳2名并列的飞行员。机身中部是大直径的风扇，风扇下面是百叶窗形状的让流板，最后面则是4组机轮，用于起飞和降落。机头形状有些邪恶，最癫狂的当属凶悍的而且怪异的武器。
现代直升机大都使用导弹、火箭弹以及固定的机炮作为武器，其翼下可以挂载多种特殊武器以及机炮吊舱。Model 49可不一样，固定武器多达3种，分别是 M134 型 7.62 毫米6管机枪，以及40毫米榴弹发射器和30毫米机炮。不仅如此，机身外侧还有3连装106毫米无后坐力炮，用来攻击坦克。给飞机安装无后坐力炮是纯粹的愚蠢行为，且不说精度和威力，无后坐力炮无法在空中装填弹药，等于是一次性用品，还不如火箭发射潮来的实在。不过还好，这6门无后坐力炮也可以更换为陶式导弹，威力大增。设计图Model 49的战斗模式非常奇怪，悬停时机头翻折，变成空中要塞，利用复杂的武器系统快速清扫敌军。另一种方式更加夸张，直接降落在地面，同样反转机头后直接变身为火力强大的碉堡。这么来看，康威尔设计无后坐力炮的时候，很有可能会选择让一名飞行员下飞机，撸完炮再次装填，真把自己当作火力碉堡。站住撸炮的 Model 49。作为该武器计划最早淘汰的机型之一，我们不得不说，美国人再怎么癫狂，该有的理智还是在线的。首先，复杂的飞行和悬停转换让这种飞行器不具备什么使用价值，简简单单挂上武器的 UHE 都比它好用。其次，悬停时灵活度太差，越军就算再怎么弱小，高炮和机枪还是有的，打它可比打灵活的直升机简单多了。而且落地撸炮状态就是个笑话，要是遇见对方坦克，人家一炮就能把自己轰成渣，神出鬼没的单兵火箭筒更能把这玩意打回美洲大陆去。几种形态。不过这个看似闹剧的设计却实实在在是一种先改，美国人的技术实力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后来的夏研直升机使用了非常优秀的刚性旋翼，飞行性能远远超过如今的武装直升机，载弹量更是连我们的轰五都自愧不如，达到了 5.5 吨。美国人验证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技术，大多数都变成了技术储备，但是后来在研制类似武器的时候就变得会轻车熟路，这也是美军能在80年代就拥有超一流直升机部队的原因。我们还是好好追赶吧。先进但是下马的夏研直升机。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、视频、图片、电影、游戏，请关注军武自卫面微信公众号。